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我们是5条手，我们是3个软柿子。今天这个真的是能成为你的底气。你看，你把我给你找不回来的唯一可能给堵死了。但是我后来觉得太羞耻了，这是真生气了。发生了什么？都疯了已经。我们来看一下最终他们的票数。反败为胜，哎，追回来了。现在是第3赛段的最高分，咱怎么谈上这么一说？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了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欢迎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的第3赛段交朋友赛，欢迎各位的光临，欢呼吧！马上我们刘老根要派出来的是一位东北演员，刘老根啊！马上我们要派出的是一位东北演员，讲自己的消防员故事，讲的是活灵活现，让我们掌声欢迎二哥。二狗。大家好啊，我是二哥，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鼓掌的观众，我祝你们幸福。这就是2人转的开始了。对，没鼓掌的我也保你们平安。我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讲了消防员战友之间的感情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爱情。我老婆跟我一样啊，东北人，我俩很合适啊。我身高1.8米，她也1.8米。当时我俩经人介绍相亲认识的啊。那天我去晚了，他们都坐好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说你好，他们都叫我二哥，以后你可以叫我二哥。他说他叫盛雪，我说那我以后叫你小雪。噌一杆站起来，你以后叫我大盛。大盛是女子短跑运动员。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搏击和武术。我是一名消防员，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把大圣放在眼里，直到有年冬天在我老家干了次雪仗，我彻底被征服了。他打雪仗老厉害了，他竟然不用雪。完了，我跑也跑不过他，然后他一个扫堂腿把我放倒，骑在我的身上锁住我的喉，完了还问我你服不服？我回答不了。但是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大圣这个女人，我跟定她。因为我们消防员平时很少回家啊，家里大事小情都得交给另一半，所以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想找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大圣的动手能力很少让我失望，经常让我绝望。我记得有一次在网上我买了一个相框，想把自己家这个电表箱遮挡住，
大圣给我发视频，说二哥货到了。我说你等我休假回家，我来安。这个东西它需要电钻。他说对呀，大锤属实不好用啊。然后镜头一转，我看墙皮都凿掉了，我忍不住就笑了。大圣怒了，我害怕了，因为这个表情打雪仗的时候我见过啊。我连忙说没有事儿，你整点乳胶漆、腻子粉和点水啊，你等我回去刮个大白就好了，很简单。大圣听进去了，晚上就给我发信息说二哥，乳胶漆、腻子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那天晚上我格外的想家。第二天早起我给大圣打电话，我说大圣啊，大白刮的怎么样？刮不好没有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装修。他说二哥，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大圣小我7岁啊，一般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我照顾他啊，这是应该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回报我，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次发生了意外，我右膝前交叉韧带断了啊，我做完手术推到病床，当时麻药劲儿没过。大圣对我很好，帮我洗脚，还帮我剪脚指甲。我俩当时有说有笑，我躺着看着医院那个天棚，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他没有动静。我猛地起身一看，满地沾满血的棉花球。我看着流着血的大拇脚趾头，我仿佛又回到了手术现场。哎，我看着就疼。大圣拿着棉花球搁那，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咱是爷们儿啊！我马上起身，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另一只脚先别剪了。后来回家养病，天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全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天要给我炸油炸糕，早晨4点半起来和面。我说大圣，你应该注意休息。他说二哥，我不需要。我说病人更需要休息啊。然后他让我帮他测测油温，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困难呐，我拄着我那个拐，我好不容易来到锅跟前，大圣趴我后面拿着油炸糕，迫不及待，很可爱啊，小鸟大鸟依人那个样子啊。我手往油锅上一放，他说二哥好了吗？我说没好，你等等啊。我又一放，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没等我说等等，油炸糕就飞过来了。我看油炸糕掉油锅那一刹那，我绝望了。那是夏天呢，我就穿条裤衩。我想跑是跑不了了，我猛地一个转身，我把这条残腿抬起来了。我让它全方位挡住油锅。我想有什么苦难就可我这条腿造吧。当时烫了4个大包，还有油炸糕大了。我干14年消防员，我没被烫过。大圣拿着棉花球，二哥，对不起，对不起。那我看他那可怜样，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怪二哥自己没有穿工作服。后来他又建议给我理发，我想这个建议让我感觉到害怕了。工具买得很齐全，圆规卷尺他都买，但他捎带买了瓶碘伏，这就很人性化。我喜欢大圣哪一点？做事情雷厉风行。我刚坐凳子上，头还没有摆正呢，歘一推子从后面就干过来了。我看着镜子，我说大圣啊，我感觉有点短。他说二哥，你就感觉短吗？你不感觉疼吗？说完拿着棉花球就过来了。二哥，我说大圣，你收了你的神通吗？从现在开始能不能不说对不起？他说好，二哥，我现在不说，那我推完一起说。后来我战友来我家看我啊，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的单纯。他说来看我，就单纯来看我。一进屋啊，跟我探讨病情，指着我这条腿，说老二是这条腿吗？我说对呀。他说你这条腿怎么还有4个大包呢？哎，我你大拇脚趾头咋地了？我一低头，我说哎，我不想说。哎，我你头咋地了？他说你在家执行任务了。不行，给我回队吧，都得安全呐。后来送走我战友，我记得有一天我过生日啊，大圣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台轮椅，要推我下楼遛弯。那天晚上我戴着口罩，穿着睡衣，他就推我下去，一边推我自己还发感慨，说二哥，以后咱俩在一起的路上有什么磕磕绊绊，我都陪你走过。我说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找条好路？后来来到一个陡坡，他突然停住了，我以为他要换条路，后来他让我握住。这个时候拿棉花球那个景象在我脑海里就历历在目了。我出于本能反应，
我歘从轮椅上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现在感觉好了，要不我推你吧，我就这么样推着他，你知道路过一个阿姨，看见以后很兴奋，很惊讶，对，这病就得这么练，指着我对象说，小姑娘，你爸是不是脑血栓？然后我跟大圣当时回去的路上，大圣突然跟我说二哥对不起，你看我给你整了一身伤。我说你说啥对不起？这是伤吗？这不是咱俩爱情的军功章吗？谢谢大家。这个作为很小品。二哥锁票倒计时。二哥，你媳妇儿知道你要讲她的这些？知道。那回去得受重伤了。给她都看了。对。她的感想是？她说写的还是有点轻了。对，为什么第3轮会选这个内容？因为我一直就想讲消防员这些生活啊。其实我之前，我没结婚的时候，我那个老队长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消防员不容易啊，消防员老婆更不容易啊。所以说，然后我跟大圣在一起之间，他经常的，他岁数比我小，他经常的他想照顾我，然后总是也是无故的把我伤害，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啊。那是啊，对，因为他甜蜜的负担。对，我也不经常回家，所以我感觉什么事交给他，只要他开心就做，我给他兜底，就完事儿。很甜蜜的一段脱口秀。多炙热呀！我拍这个灯是因为。每回二哥演的时候，都让我想起来就是二人转那种感觉吧，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我在没有看脱口秀之前，一个人说笑话在台上说就是二人转那个样，然后我第一次知道笑尿了是一个什么感觉。所以说那个二哥演的时候，总是让我能想起来，就是好笑的那种热情在哪儿。而且一上来就说那个就是那个二人转的开场，对吧？观众鼓掌，没鼓掌的，特别喜欢这种幽默感，所以说我就给了二哥拍这个灯啊，谢谢您啊。春春是想了很久拍的，有一点儿，因为我觉得前面两次二哥的那个笑点会更密集一点，这一次的我觉得他是走了一个还是相对温馨一点的故事，给我的感受，我觉得像是看了一个爱情的情景剧，对，觉得很美好。从作品的角度来讲，好像更多的表现了他那种做事儿比较愣，所以会出一系列那种后果。就有点顺拐吧，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没拍。对，但整个过程听的是非常愉快的。第一次二哥是在这个舞台讲与消防员的具体的工作无关的内容，开始讲家庭的幸福，开始讲他和自己妻子的相处。脱口秀不光是要犀利，脱口秀也需要温暖，所以再次感谢二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要和二哥进行对战的这位朋友是一位新人。他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用非常放松的肢体语言来表演他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掌声欢迎小齐。各位好，我是小齐。我们这组他们分别起名叫做4大天王，我挺虚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大王太子，就我一个庶民。但哈哈曹说啊，在大王和太子旁边是太监。我当时想，我说你新说唱没见你这么有旁吃赖啊。但我一个新人，我能说什么？我说这确实是还是一个平民演员啊，出去经常会演出的时候住一些廉价酒店，跟一些不熟的演员拼房。我说我最怕一种酒店设计，就能把卫生间都做成玻璃的。我怎么发现的呢？那我正躺床上刷那种正常视频呢，就那种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视频。一抬头，看着不良穿搭了，大哥有点怕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俩四目相对，我还带着我看美女的笑容。我当时就很疑惑，我问那个店员，我说为什么这么设计？你知道，他告诉我答案，我都没听懂。
他说为了让你洗澡的时候仍然能看到你的财物。我住的是廉价酒店，觉得我这种穷人只要财物不要尊严。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看到了保护不了，是最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洗澡的时候我保护不了任何东西，我只能保护我的隐私。他把我隐私拿走了，你就怎么保护？正洗着呢，一个小偷把我包拿走了。问题来了，追不追？我就有这种穷人的经典困境，就是钱跟脸你只能要一个。我追的话，不能我擦干了，然后穿好衣服，然后爽肤水。小偷出国了。我也不可能直接追，对吧？正常人肯定说围个浴巾，然后赶紧跑出去追了。朋友们，你们见到这个画面，你觉得应该抓他还是抓我？你不会觉得前面有个偷包贼的，你会觉得这个暴露狂啊，快追上他了，然后等着对着他。但编剧说我这个段子说的不对，说如果我在洗澡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偷，说我可以直接跟他搏斗。我说是赤膊的膊吗？我这么就搏斗了，我弱点也太多了吧。我打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防守，而且要打沐浴露的时候他进来就完了，太滑了，我都不希望有人救我，怎么救我？我正搏斗呢，说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怎么了？哦，我觉得小偷都会生气说我只是劫财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经典困境，就很多情况下，而且就你放弃了脸，可能钱就来了。因为我们住那个酒店，第二天我就要去寺庙参观一下，我们同行大哥非要领我去，发现寺庙我俩也逛不明白。我第一次逛，我以为会很古朴，但没想到现在寺庙已经企业化、商业化了，显得我特别土。就原本上山有柏油马路，但不让进车，然后我特别难，因为我要扛着1.8米的高香。我同行大哥非要买，说什么咱上香必须最高最粗的那个，佛祖办事就先办咱的。我当时想跑这跟佛祖人情世故来了，佛祖收香的时候还在那下不为例，给菩萨的给菩萨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你知道吗？而且上山真的要50分钟，我没办法，我问那个管理员，我说不让进车，我们那个香怎么办？他跟我说那话，我感觉他研究过佛法，因为那个话能应对世间一切的挫折。他说你得扛着呀。哇，这话悬呐！他不说，我以为我得骑着呢。香屁股一点蹭，我就上山了。我扛不住嘛。5·1期间，人山人海，我跟我朋友2个大傻子扛着1.8米的高香爬山，我俩都没法回头，回头就10个人下山了。他就这么高，而且我正爬特别累的时候，我看一个车队上去了，你知道，我说不让进车吗？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上面人家内部停车场，高僧的车上下班可以正常。我说不众生平等吗？而且这个规矩后来有的，我觉得最开始没有这个规矩，肯定是哪个高僧你要上班的时候堵车了，路怒了才有这个规矩。这我真想象不到高僧怎么路怒。我觉得肯定是那种什么，我阿弥陀佛的，会开车吗？个大施主，超度你，扛着上山50分钟，我到山顶上发现给我累坏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古色古香，朱红色的大门旁边6个大字。外来香火莫入。我感觉我像个舔狗，你知道吗？而且进去之后，那寺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功德箱有个特别大的功德箱，在佛像面前，
功德箱上有个硕大的收款码。我说老板好厉害呀，他能替佛祖收功德，他不会扣佛祖手续费吧？我觉得他做到了众生平等，谁来都2/1000，不管你是谁，你知道吗？所有人往里积德，他按月往外拿。门口还有人劝捐，说施主行善积德，积累佛缘，倒没敢给。虽然他着装规范，但是发型不符合规定。别说戒疤了，他还有刘海儿。而且更震惊的在后面呢，皮卡开进寺庙里了，下来2个和尚端着这个功德箱往皮卡后兜里开始倒钱。我当时很震撼，我不是那种较真儿的人，但是你备点人吧。我对他们的行业评价跟我们行业评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真假，但是你别穿帮啊！你不穿帮的时候，我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脱口秀讲到一半说，其实我刚才骗你们的啊，我可以光着追小偷。你不穿帮，我还以为那个功德箱里面是个黑洞呢。钱放进去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说完我就开始怀疑一切，我怀疑这个寺庙已经上市了，我怀疑方丈穿的袈裟是巴黎式袈裟，我都怀疑我一扫那个码，佛祖身后响起声音说佛祖账户收款2元，后来爆出来他们确实是个假寺庙，他们在非法普度众生。谢谢各位，我小齐。来，小齐的索票通道开启。各位，来，大老师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不拍灯？你在犹豫什么？真就是说，这回他就没到这个拍的这个点儿。因为小齐第1回、第2回都是给我心目中感觉这次是能拿大王、黑马这样的存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听这回这故事，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没有让我能情不自禁的像前2次这样拍的这样一个意愿。哎，你在之前演的时候，这个过程是跟今天很不一样的，对不对？观众反应啊，或者因为正常这个放在我专场的中段啊，我前面讲完我2期段的中专生有小城市，大家很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然后有这样的困境。然后突然一上来就讲这些东西，会有一点点别扭吧？是，就是别扭在这个点上，然后所以没有拍啊。您能理解是吧？啊，我太理解了，大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啊，谢谢您。小齐这个我线下看过，那天是我偷偷去看的，没跟他打招呼。然后，所以我刚才一直在想，你这段演出跟我那天看的有没有区别？还是我自己的脑子里可能有点杂念，会有某些小细节处理的不太一样，可能是。谢谢罗老师。我觉得这是个比赛嘛，那比赛如果看现场效果的话，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如果这个没有达到的话，我看其他。但他今天除现场相对的温一点以外，其他他现场的节奏、表演，包括内容表达，我觉得全都非常非常好。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我就有一个遗憾，我觉得应该还有一番啊。你前面讲了一个穷人在洗澡时候的困境，这个荒谬，然后就是我们在追求信仰的时候某种的就是这种宗教场所这种荒谬，然后就没了。我以为还会有一个，所以我最后我觉得结束的有点仓促，以至于我拍灯都有点仓促。这是我觉得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小齐是一个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新人演员，因为他有独特的节奏，他有独特的表达，并且他在整个场上的氛围感是非常和其他的脱口秀演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齐。二哥回到现场。二哥和小齐，他们分别得到的票数是二哥195，小齐236，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马上我们马大帅要派出来的这位朋友，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很爱生气啊。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越生气，我们又觉得越好笑。掌声欢迎邱瑞。Hello， 大家好，我是邱瑞。
我们平时会去各地演出嘛，到那种老同学在的城市，就难免要聚一聚，听他们教我怎么讲脱口秀。229下肚，他们真安慰你呀、说瑞哥，你今年不就是没上节目，你愁啥呀？我就觉得你好笑，你比赵本山好笑。你早晚也能上春晚。我说我上过了。这话你不想听也走不了。我说我要赶7点的飞机，他们说那你正好别睡了，上飞机再睡呗。感觉就算我说我早起要高考，他们也会说正好别去了。你们明星不可以去定向委培吗？关键他说让我上飞机睡，那是一个你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地儿吗？你说你去机场睡一会儿吧，大机场的登机口又特别远，就浦东机场那个 H 口，通道比我命还长啊！我不知道为啥我每次都到机场了，想去那个 H 口还要坐一段地铁啊！我心想我不是坐地铁来的吗？你们修地铁的时候就差这一段？你要修到沈阳，我就不坐你飞机了吗？你说到登机口睡吧，碰到延误更是一点也不敢睡呀、他们就一点点给你延。我最严重的一次延误了8小时，当时是从北京飞河北。我坐机场里都气炸了，我说早知道我少个共享单车都到了呀。8小时，蹬快点，哥们儿回来了。这么近那么美，蹬车去河北。而且我觉得他们解决延误的方案也特别不合理，就是让你去买那个延误险。凭啥你迟到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赔俩钱还得先花钱买你这个保险哈？哎，按照你这个逻辑讲以后我上班迟到了，老板不应该扣我钱呢？他得先去买保险吗？下雨天我们还不理赔他？阴天起不来属于不可抗力嘛？我现在坐飞机就会报复性的买这个延误险我精打细算过。按照国内飞机晚点这个比例这就不是一个保险，这不就是理财吗？咱买啥玩意儿，它能20块钱，40%的概率变成200啊！就光这赔率，联航应该是目前最有良心的线上博彩。他要不是限额只让我买20块钱呢，我想把我工资都压上，咱就 all in 这个上海到深圳的 MN7386。这是真生气了。两边梅雨季一来就数钱吧。机场里没有对延误的失落大家对着窗外就唱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你上了飞机更没法休息了，飞机上就没准备让你睡觉就他们会给你准备一个小桌板，然后再派一堆空乘盯着你不让你用。给你放一个遮光板你一睡着就打开它。我有次好不容易睡着了空乘遮光板给我打开蹲下来问我：“先生，需不需要眼罩？”我看着窗外那个光气得说不出话就感觉心里这个草字头突然开始光合作用了。哎呦，不懂为啥一定不让我用这个遮光板
我就去网上查他们的官方声明嘛，我觉得理由不是很能说服我呀。说是为了让我在空中能随时看到引擎，判断是否异常，然后决定要不要逃生。是不是有点过于相信我这个逃生能力了？我要真有这水平的话，你飞机也多余着陆这一下啊！你就在天上按站点停呗。机长一边开飞机一边喊：“上海要到了，没有下单。”我一看快到咱家小区了，我就逃生吧。小降落伞就是悲伤。我说机长之后，哎，你看到下面那个红绿灯没有？麻烦在那儿给我停一脚呗。但我觉得这件事更荒诞的一点啊，是那帮坐头等舱的人，他们的座椅被安排到了飞机翅膀前面。哎，这帮最应该惜命的人，打开遮光板也看不到引擎异常啊。不是你们命更贵，不应该自己多盯着点吗？啊，全指着我呢。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也不敢当着空乘面说，因为他们的规矩都在保护我们嘛。我感觉他看到我睡成那个死样子后，心里边肯定也有草字头，很可能嘴上说的是先生，需不需要眼罩？但心里边想的都是让你打开遮光板，你不打开，你叉叉。下面吹，谢谢们。秋瑞索票倒计时，来，掌声送给秋瑞。秋瑞，当你大声地说出来了航班号的时候，我和大老师互相看着说：“哇，这是真生了大气了。”对，那天怎么了？哎，那是个编的，那个我们特意规避了，没有那班飞机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打开遮光板让能看到引擎，这个理由是真实存在的理由，对不对？我去网上查的是这个理由。真是这个啊。我们自个儿看见了，能怎么样啊？是啊，我上飞机那一刻不就把命给你了吗？对吧？对呀，所以这不真生气了吗？不是这个事儿特别奇怪，每个航空公司都有一套说法。就是我之前在美国出差的时候坐飞机，全程它就都关着那个遮光板，早晚就是全程，起飞降落什么全是关着。然后我觉得有点闷的话，我就开了一点缝。觉得有点闷，那也不透气啊，那个东西有点闷还行。眼睛觉得眼睛有点闷啊。我以为您那个飞机能开窗户呢。打开窗户。打开窗有一个眼儿，然后出一吸管出去，这么着一直在说。但我的确观察过那个引擎，有一次可能深夜开的时候，那个引擎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像爆炸一样不断的闪光，有那红灯，那个嘣嘣那个不是红灯，你感觉是那像有火光一样，我就很紧张，我还跟那个空姐说了，我说这什么情况？还拍《西游记》呢啊！大这云里头全是光，对，感觉特吓人。他刚才有一个地方特别好，就是那个空姐把那个打开以后说您要不要眼罩，其实都是在那个动作等于被暂停之后，他写的一大段，大概有那么2-3分钟，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文本。我觉得每次秋瑞的表演，他的这种生气状态都会激发我们每个人去想共鸣。我生活当中遇到的那种不合理的，我觉得这就是秋瑞每次脱口秀最大的贡献。是。秋瑞每回演的时候，他生气的那个点，他老停那，然后大家一块笑，哎，是这样，是的，跟着一块生气，那个点特好玩。没错。我生气的点还在浦东 H 口，因为这个确实是我有共鸣的。浦东、北京大兴，还有天府机场，还有那种就是你过了安检就能看见那个口，从来这辈子没在那儿登过机，你发现了吗？就是那个东西是个摆设，是吧？我都坐过好几百回、1000回了，从来没在那最近的那个口那儿登过机啊。登机还好，下飞机没有过。
我有想过一个解决方案，一个行李箱是带那种电动轮的，坐在上面，它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但是我后来觉得太羞耻了。哦，对，有好多人那种上台对对对大姐穿一大裙子，直接人就飘过去的上课那个。所以，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是对生活的发掘，再次掌声送给秋瑞。秋瑞这回让我看到了前几季我看见秋瑞最喜欢的样子，他就是骂完街之后等着大家一块儿觉得是真可恨，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只有秋瑞有，独一无二的那个样儿。这组的对抗当中，最后要出场的2位是一个漫才组合，在前2赛段，他们已经用他们的实力征服了观众，让我们掌声欢迎徐浩伦、谭湘文。嘿嘿嘿嘿嘿嘿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马上就要到暑期了，是，很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想去旅自由。哎呀，马上就要登机了，开心啊！欢迎登机，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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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登机。哦，我们这边是贵宾通道，稍微等一下啊。欢迎登机，好，欢迎登机，好，可以起飞了。等一下，我没上去嘞。哎，你不能飞机全是贵宾吧？我也想成为贵宾。哦，想成为贵宾？对，不是贵宾犬，晓得吧？这。神经病啊！你是？我想成为 VIP 哦 ，VIP 一个人包了机了。你还想一个人包机了？对，就一个人体验飞机。OK， 欢迎谭先生登机。你好，这边是您的座位。好的，帮您把行李放上去。好嘞，包也放上去，把礼也放上去。我不上去啊！我在这里蛮好，我不上去躺板板，好不好？好。谭先生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会在待会的安全演示以后开始起飞。好的，请您稍作等待。没问题。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如遇什么紧急情况，您的左手会多了一枚氧气面罩，您的救生衣在您座椅的正下方。Ladies and gentlemen， 在你的左手边。在我的左手边有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口音啊？双语，为什么这2个我都听得懂？是为什么呢？我不晓得，可能有国际友人。没必要，我的包机对说中文就可以了。哦，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是一则飞机广播。美团闪购30分钟送达下一代购物方式。哎呀，还是个商务舱呢。谭先生，欢迎登机。好，这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请您不要慌张，请您做好安全逃生姿势。蛮虔诚的在这里啊。哪里安全了？双手抱头，好不好？更加丑了，知道吧？随便，快点起飞吧。请您稍微等待一下，因为您是包机，还是要介绍一下本次的机组成员。没问题。我是本次的乘务长，这位是 Cherry Pili。Cherry Pili 是本周的接榜歌手。有毛病吧？接榜歌手，接榜歌手来我这飞机干什么？不是，他是接榜歌手，他是那个歌手。歌手谁不是明星呢？啊，我知道他是下去晓得吧？没有，他是有下去我包机了。sorry， 他动态来可以有。Get out！ 安全带要系好哦，马上就要起飞了，好了，稍作等待。你坐我旁边吗？对，我们这是个廉价航空。自己说自己是廉价航空还蛮好笑的嘞，你的。稍作等待，马上起飞了。好。可以起飞了。等一下，我在头等舱还是在经济舱啊？驾驶舱啊？在驾驶舱了，大哥呀！太吓人了吧这！你不是乘务长吗？我也是本次的机长，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机组比较紧张，你不要害怕，好吧？稍作等待。呼叫塔台，这里是 CS38664航班，有信号吗？好的。好的。没信号。没信号在跟谁讲了，大哥？怎么没信号的，大哥？现在有信号了。你别现在有信号，要一直有信号。有信号。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可以起飞了。对，我们现在位于国道上面。在国道上面啊，不上高速啊，在跑道上面啊。现在位于跑道上面，可以起飞了。等一下，塔台，我问一下，我的飞机右前方有一个人戴着帽子，穿着个反光的马甲，拿着个红蓝的棒子，他是要查我酒驾不？查你什么酒驾了，大哥呀？那是个地勤，喊你飞了，随时飞了，可以飞了。好的，快点。4发射火箭啊，在这里啊！1哆来咪发。干嘛？开飞机！开呀！开嗓干什么？在这里唱什么？我不唱的话飞不起来了。这是个升空飞机。
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飞机的左右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就是飞行的高低取决于你发出的声音高与低来控制。这是什么鬼设计的，大哥呀？它是这么设计。飞了好高了，现在2米，2米不还是在国道上面呀，大哥呀？别怕，我们有降落伞了。降落伞有什么用啊？2米要什么降落伞了？对原来看见这个学生背的书包跳下去了，晓得吧？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着急，你分析怎么平时怎么飞的嘛？平时不是我飞的，谁负责飞嘛？查瑞霹雳飞的。你的肩膀歌手负责你飞行的高度的呀，那不然我喊他过来干嘛的？没有这么搞的吗？你把他赶走了，怎么飞嘛？现在反正我唱不上去了。要不你试一下？我不是飞不起来，你没办法，那就飞1米，那就别飞了。飞，我飞。哎呀，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一点，稳一点，有点抖，要稳一点。高，可以，飞起来没？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啊！可以，你这飞机没我都飞不起来，吓死个人了，知道吧？是。你刚才真的相信了？你什么意思了？你是？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啊？他你到底是怎么飞的？你是？他可以通过声调来飞。你要实在唱不上去，我拉个摇杆。你直接拉摇杆会死啊！在这里啊！我不是想让你放手放在上面，自动驾驶了。哦，我只要负责起飞跟降落就可以了。现在自动驾驶了是吧？放轻松一点，吓死了。风景这么好，放松一点嘛。哎，我问你一下，我包机了，就飞机上面就我们2个人。哎，那我可以。我晓得。你先给我演慢才吧。扎眼了，大哥呀！我想来一根那个。抽烟了，想在飞机上面抽烟，那专辑肯定不一样，那抽的是你负责不？你说不能抽嘛？你不抽不？你没点常识是为什么？我以为专辑不一样。想抽憋一会儿，下去再抽。好，飞机上能抽烟。等一下到点了，给你发飞机餐了。我不饿了，我饿了。你发。来，腿收一收。2个人推什么餐推过来了？你看你吃什么？有什么呢？有一个中式的，还有一个西式的。中式的是牛肉饭，西式的 beef rice， 没得选了，大哥呀，随便喽。随便是吧？随便喽。好了，起明火啊，在这里啊！你疯了是吧？现炒啊！你不如让我在这里抽根烟算了，晓得吧？不吃了，不饿是吧？我不敢，晓得吧？哦，我以为你推个餐车推个灶台过来了，在这里啊。哦，哎，我想起个事情。什么事？你上飞机之前，我是不是没给你做安检的？老子都飞到平流层开始做安检了，那总比不做好嘛。你刚刚起明火都没事嘞，大哥呀。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呢？我那个要例行检查。查。行李箱在哪里？这是行李箱是吗？密码锁啊？对，我猜一下。对，我告诉你快一些好不好啊？3个3。哦，1 2 3，1 2 3。哦，东西蛮多。我问一下，就万一查出那种不能带的怎么办呢？丢掉。丢掉啊？那不然留在飞机上出事你负责不？短袖，拖鞋，袜子。哎，你平时不穿裤子？你不穿裤子，晓得吧？没事不穿，你不能没找到裤子，就说我没穿裤子，晓得吧？有裤子了在这里。裤子我就说，火柴。这个我可能忘记了，放在口袋里面。哎呀，那丢了，要帮你把衣服丢掉啊！丢错了，晓得吧？丢火柴了，谁丢衣服的那个？丢反了，知道吧？丢火柴，点燃了，丢啊！干什么？烧起来了，那个！烧起来！谁烧起来了？你这是？你快点哦！快，灭一下！哎呀，更烧了，晓得吧？在这里啊，你这个火平常水是灭不了的，快灭它，晓得吧？不用搞了，烧干净了。没事，几件短袖嘛。几件短袖没事，你又用不到，谁用不到了啊？我去三亚，我不穿短袖，穿什么了？你去哪里啊？三亚。你不是去冰岛吗？谁去冰岛了，大哥？我去三亚。我导航导的。我去三亚。没事啊，反正都是出来玩嘛。
没事，你要搞清楚出来玩的目的。对啊，重要的事情是沿途的风景，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目的地。目的地肯定重要了啊！我去三亚，你把我拖到冰岛，我带的全是点短袖，还全给我烧了。这里还有2个火柴呢。火柴有什么用了，大哥啊？冰岛的，我有几件短袖比火柴有用的多吧？啊！那你非要去三亚？不叫我非要去，我本来就要去的，知道吧？好，真的是干什么了？给你加个途径点不？开滴滴专车啊，在这里啊，加途径点，你想想办法。还有一个办法，什么？那就是我手动驾驶，给你开过去。你能开不？脱离自动驾驶，当然我是机长了，坐好点，别挡着我看后视镜。飞机上面哪来的后视镜了？我跟你说清楚。哎，怎么了？干嘛？有点借我一下。啊，好，可以了。你近视啊？啊，你近视怎么不戴眼镜呢？我戴眼镜不好看，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吧？这不安全了的。我跟你说清楚啊，我们现在会偏离自己的航线啊，待会可能会碰到其他的飞机，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别讲了，我们飞过来了，晓得吧？隔得好近了哈，比翼双飞了，在这里，快！这怎么办啊？我这怎么办？你慌什么了？我好，你别慌了，没事，你别急，没事。我跟你说。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匀速前进啊，不要左摇右晃。这种情况撞下来是他的全责，飞机了，哥哥啊，碰一下就没了，你把我命当命搞了，好不好啊？晓得。快点避一下，往左边避，这么难拉吗？慢点，没事，别急，快点，上懒呀，在这里啊，快拉！哦，好。喂，什么？先去湖南？凭什么啦？我去啊，我不去。好了，谁去湖南了？我已经落地了。就落地了。可以，我晓得了。我不落地了。好了，那怎么了？为什么去湖呢？是不是？那怪谁呢？怪我吗？那还不是怪你，非要上飞机之前把那个什么叉瑞霹雳改下去。怎么了？好了，他才跟我说什么？我是本周的接榜歌手。神经病！哎呀！还得是人家慢的，人多力量大。姚浩伦、谭湘文锁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2位，谢谢。你拍的点是什么，大老师？我最后拍的，我接榜歌手当然要拍，就是什么都往里搁呀，太好玩了啊！中间那块那个唱那个青岛高原的时候，我以为这个东西行吗？是没弄住嘛，然后结果突然间来一个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为什么能想到把这些接榜歌手这些都放进来？对他们，反正这个形式什么都往里搁哈。想到什么就加什么呗。是，你不也进去过吗？我们段子里面，你要不开门看看门口站的是谁呢？谁？张绍刚啊！谢谢你们。这回是怎么对账的？你们不是说每回都要跟上次对账吗？去年第3期是开车，对，是开车啊。这回是飞机哈。飞机，太好玩了，太厉害了。是在那个青藏高原之后反转那个地方你拍的？对，那个升空飞机这个太荒谬了，太荒谬了。前提很废，对，他们所有的表演都会让人在真实荒谬真实之间反复的这么游移。于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是，到底那个荒谬的程度能飞到多高？而他们俩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节，这里面有3个地方是跟之前那个像 callback 一样，讲到我烧起来，然后他往身上倒水，还有说沿途的风景，这些都是以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些点，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因为他们俩总是特别一本正经讲很荒谬的东西，我会相信。他刚刚讲那 Cherry Petty， 我说这是哪个歌手？他根本就不是个歌手，没有这个人。对，所以我刚才我就会完全的带进去，这是他们特别牛的那个地方，我很喜欢。他们是典型的那种在他们自己作品里没有表现到最好的时候，也过了那个拍灯的线。是那种所谓超一流的选手。对，他们2个鼓励了我，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坐飞机的时候，下回我一摁那个叫那个服务员的灯，然后服务员过来问我说：“先生，你需要什么？”我说：“给我你的尖叫。”然后给我你的尖叫，然后。你每台飞机只能坐1个这种人啊！然后在这他们俩这直升机坐着，就是感觉其实因为他们2个啊，就是有时候看这种荒谬的东西，就让你能活得更勇敢一点。因为生活总是告诉你好多东西就不能干，对吧？然后他们突破了这些框架之后，就能感觉你能就说活着，既然只是活着，那我为什么不能更有趣一些呢？别人认为的荒谬，我既然做了，那我自个儿很开心呢。其实他们能给我一种这种往那边多走一点的勇气，我觉得这种挺好的，更热爱生活。太棒了！来，再次把掌声送给2位。同时，要回到现场的不光有邱瑞，还有2队的所有朋友们。来吧，来喽！
校团这块得到的票数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最终他们的票数。不是一看就是老手啊，这很稳。他也说的是飞机，我们说的也是飞机，就感觉缘分。哎，也是差不多少哈，10分268。其实很接近，只差了10票。哇，真准！我第6感超级准啊！说明两组演的都非常非常好。279、289，马大帅748，四大天王795，47分。哎，我们要恭喜四大天王3组演员进入到下一轮。恭喜哈曹，恭喜小齐，恭喜徐浩伦、谭湘文。来，我跟你来，走，你把拿走，走。谁是你们4个人里面最松弛的人？徐浩伦吧。我吗？他网瘾太大了，有点，他的松弛感能感染到别人。你要我自己，我可能没有办法第2天玩到4点5，但是突然就想着，人有几个少年呢？18岁的自己陪着玩一玩。我是觉得睡觉没必要睡那么久，但我觉得谭湘文还蛮心灵导师的。哦，就是这2天那个黄子韬淘汰我那个 cut， 大家都看了，然后他们都老学黄子韬，然后说我东西太简单了啊，一堆黄子韬。但是我想起他饰演的黄子韬，他给我发链子，他说特别喜欢你，给我逗得乐乐。徐浩伦说一下。我说啥？因为是比较同频，你怎么就是如果同频的话，怎么安慰我在想这个问题？一起哭，一起笑。心情不好的时候，2个人都心情不好。基本上是这样子。这不都这样过日子吗？就是，哥们过日子。接下来马上要对战的这2队，首先有请5条手雪冰、张俊、孙书恒。把我摘下来啊！这样，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们是5条手，欢迎来到残联的夏天。耶！我想说一下对方的优点。就大家都不是那么完美吧？不是什么好东西。说说缺点。缺点。他是缺点，他是缺点，他就是缺点，你懂吗？那分别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担任2条手，2翅膀，对他们俩助我一臂之力。吃饭吗？整面，我给你臊子做好了。行啊，下面条吃。行啊，行啊，你吃吗？臊子，你是带汤还是不带汤？橘子红酒过日子，他不讲究我就赢。最新鲜的糖油混合物是最棒的，来他们家水没停过。你别说，还挺入味儿，超乎意料。你很难想象做那么好吃的，就开那饭店就让黄了是吧？要不你多点，咱去3阳卖吧。好了，大家好，我们是5条手。我们的口号是欢迎来到残忍的夏天。热烈的掌声欢迎3位。接下来有请他们的对手，3个软柿子，小块、
徐志胜和侯志远。开花今天是倾巢出动，今天就是开花所有的演员已经正式跟大家亮相了。3个人的公司就没必要谈自己了，比较扁平。我们是以实力排名，现在就是侯总，这是我们的文化运营官，这谁有？他是被我们道德绑架，不得不跟我们绑在一起。我觉得赔再多钱我们也愿意。我们发现了脱口秀界的无价之宝。哎呀，3个软柿子，小侯觉得谁是最软的柿子？我觉得这怎么说？这怎么能直接让我说老板呢？我回避一下，要不然。我觉得有一些柿子呢，它软，但是它甜。对，你怎么知道块哥有糖尿病的？上过班啊，上过班。开花的经营理念是什么？开花的经营理念是什么？我也想听听。我也还没有了解到这个。对，我赶紧编一个。现在这个稿的进度怎么样呢？我这边截止到昨天是修改到第8版嘛，第8个版本了。撒个谎不撒个谎。哎呀，我现在总共有6个字。而且第1版还没出来呢，而我就先不说我了。知道猴哥对我们俩有啥关心的吗？关心2位的身体健康。哎呀，这稿子一点希望没有呀！这稿子，这个我觉得也没必要。我得说出这个话来，他当面拒绝我，这个冲突太强烈。对你那么说的话，这种看这老板跟员工的交流方式，哎呦喂！我这就不知道是真心觉得行。对呀，行吧，行吧。开花就是风评这么不好，谁说风评不好？你注意你的措辞啊！我们是3个软柿子。3个软柿子，你我一柿子，带刺儿的柿子啊！我问一下这个软柿子代表徐志胜先生，你们最后挑和他们组进行 PK， 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因为没人挑我们，因为他们挑的时候都说我们找个强的打，然后就把我们2组剩下了，还挺伤心的。哦，那小侯同学，因为你们是一个俱乐部嘛？哦，他们一个俱乐部的，他们一个俱乐部的。小块和那个徐志胜都是老板，你同时和2个老板一起演出的内心真实感受是？救救我！就是荣幸啊，就是可能是荣幸，就是荣幸。不是，你就看看我们这个企业文化吧。你小侯有没有设想过，就是在你们3位表演结束之后，员工的分数最高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盛况？那是我应该努力做到的。哎呦喂，这公司打压的可以啊，这员工已经这么会说话了啊。朱恒，你们组最高分的 KPI 扛在谁身上？暂且扛在我身上，然后我们是倒数第2，所以就是我们是自动匹配到了他们。咱们就直接打比赛吧。行了，开始了，精彩就要来了。首先要派出人的是5条手队，5条手队要派出的这位朋友，真的我跟你讲，叫只手空拳闯进了第3轮。本来以为他是留了1手，没想到是1手接1手。让我们掌声欢迎雪冰。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感谢，2楼朋友你们好。哎，好，特别开心。显而易见是吧？我是我们队的灵魂人物是吧？这个队里如果没有我，我们就只能叫5条人了是吧？还是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胳膊呢是小时候一次意外高压电咱放松一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是吧？
今天刚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果然呢，残疾证是通往节目的绿卡吗？这队呢是组队战。实话讲啊，我刚开始选人的时候还挺孤单，因为今年这个赛道只有我自己，少了很多的乐趣。然后呢，后来找了2个看起来相对正常人组了队。组完队之后，我们要起名字嘛，他们想了半天，一开始说队伍名要叫“好汉2个半”，我觉得不太准确。我说我好歹也算3/4吧。后来是我想的5条人，啊，5条手。他俩当时笑得比你们还开心，是吧？果然呢，我说太有人性的，跟我当不了朋友，是吧？我觉得真的冲我们这个名字已经赢一半了啊！我甚至觉得有点胜之不武。算了，索性我就当让他们一只手，啊。前几天跟一个已经淘汰的朋友聊天，他越聊越激动，看着我的袖子，突然来了一句：“还是你这玩意儿好使啊！”我说：“你要是那么羡慕，你也可以来我们赛道嘛。”这轮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啊！我大概是小时候5岁的时候吧，经历了一场意外。当时其实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困境，就是我要在不到1年的时间啊，学会写字，才能顺利的上学前班。但其实我出事之前呢，其实右手早就会写字了，写的还挺好。你现在还要重新学，心里很难接受。那早知道垫左手了。左手写字确实啊不太容易，尤其是写铅笔字，写完那个字迹呢，会被左手这个手掌呢涂抹一下。写完你看那个字吧，有点像那个渐变艺术字。我妈就哄我呀，说没事咱想想办法啊，咱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往下写嘛，那古人都那么写嘛。我就感觉自己生不逢时。你这要是生在了古代，不止写字方便，还没有高压电呢。当时其实岁数小啊，没有耐心，练不下去，经常是练一会儿吧就哭啊就闹啊。我妈想办法哄我，就给我塞一块糖。哎呀，咋说呢？左手越练越灵活啊，身材越练越饱满。别人以为我练成左手呢靠的是毅力，其实靠的就是条件反射。之前我还跟我妈聊过，我说哎，那个时候你跟谁学的？挺有招啊。我妈说可不嘛，我看那电视里边警犬都是这么训练的，是吧？可能也是那个时候我妈把我训练的太好了。很快啊，就是很多事都能自理了，也没有觉得自己呢跟身边人有什么不同。上了学也是很快跟同学打成一片，挨过打也打过别人。其实那个时候啊，小孩呢岁数小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想法，心思很单纯，也没人觉得我是弱势群体啊。我呢虽然是拳脚上吃亏，但是体格上占优啊。你毕竟那么多年的糖不是白吃的嘛。但是呢，甭管我跟谁打架，我看起来都像是那个受害方。有时候即使是我打赢了，老师过来也得训斥对方，说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欺负人家雪冰呢？啊，同学也懵了，说对呀，怎么才能欺负雪冰呢？小时候就是比较胖啊，然后不擅长体育活动，有点自闭。然后我妈就鼓励我说不用怕，都跟同学一起玩，咱啥也不差。我听进去了，跟同学一起踢足球。他们问我想踢什么位置，我说随便。他们让我当守门员。啊，我守门啊，跟那个空城计的原理差不多，主要是拼气势。啊，对面球员看见我都这眼神里充满了困惑，说从来没见过守门员这么嚣张啊！你看他往那一站，还单手插兜呢。实话讲，我其实心里也慌，没办法呀，我就赌一次，我就赌我家后卫啊不会让这个球进入禁区，我还赌对方球员吧有道德，他不好意思踢我右路。但是我没料到的是吧，就我家后卫也想看看我是咋守门的。那小孩踢球哪有道德呀？那天比赛很精彩，咋说呢？40-0，有一半还是乌龙球呢。那些年真的，我妈妈一边是鼓励我要勇敢自信，又一边默默地保护着我。每到过年过节啊，就偷偷给老师呢送礼，让老师多关照我，然后还会给一些同学呢买零食，让他们带着我一起玩。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也不过是我妈替我默默行贿嘛。其实啊，我敢站在台上讲脱口秀，也得感谢我母亲啊。之前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嘛，我妈鼓励我参加，我不敢呐，也不会演讲。
我妈说不用怕，那玩意儿简单，就像咱家过年嘛，酒桌上订个祝酒词一样啊，主要是气势。我教你。她一句一字教我，哎呀，不止教会了我自信，还教会了我错别字跟大舌头。她这么教的：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阳圆缺，此事古难全。比赛那天啊，我站在全校那个大礼堂上，面对着全校的师生，还是紧张了。我说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苏东坡的词《水哥掉头》。那是我第一次炸场啊，虽然输了比赛，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感谢水哥。我其实也是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在我刚出意外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啊，我妈也差点放弃希望。有一次啊，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然后走着走着吧，突然就哭了，然后带着我吧就走向那个火车轨道。我当时其实岁数小，但是马上也发现了我母亲的意图，吓得我当时就喊出来那句名言，我说妈，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啊。开玩笑，其实当时具体说了啥呢，我俩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据他回忆啊，确实是我当时的安慰呢，让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那年5岁的我在铁道边获得了新生，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铁生。现在啊，母亲已经退休了，哎，她虽然已经知道我能够自力更生了，但是还是不放心，一直在偷偷给我攒钱，总说啊，等一天科技进步了，给我装一只那种特别高科技的假手，哎，假肢嘛，就像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说妈，那倒也不用，你毕竟吧，我讲脱口秀，这玩意儿好使。如果有一天啊，真的装上那种假肢呢，哎呀，我只想给你一个完整的拥抱。感谢大家，我是雪冰。雪冰，锁票倒计时。雪冰因为这几次的表演都特别的轻松活泼，他每回上来这个事儿吧，就说每回上来都要说那句是吧？说大家不要紧张，然后怎么着泄这劲儿，没办法，得接。对，然后而且雪冰大家知道吗？那个雪冰是虽然是这个状况，但是他得过冠军，对不对？是某方面一个冠军啊，嗑瓜子儿。也不完全算嘛，我之前是玩魔兽世界，有玩的吗？冠军是家里冠军还是哪种、啊？没有，我玩魔兽世界是在当年的有一个版本，我们团队抢的那个世界的首杀，哎，我作为团队成员之一吧，算是啊，算是一个团队荣誉啊，大概是这样。对，挺厉害的，这你看玩游戏什么的，什么都不耽误，只要有热情，一切都能做到哈。我拍这灯就是最后想给完整的拥抱。完整拥抱那一下，击中了哈，那一下，对，那个煽的很高级，对，因为煽情这种煽恶心了就是脏活嘛，因为他特意把它搁最后一句，就是那一下，然后你就一下就明白了啊，就特别好。我也是那一下就不行了，对。你觉得妈妈是个怎样的女性？很勇敢，很乐观。我妈年轻时候非常漂亮，像艺术照一样。我妈说，我小时候可厉害了，幼儿园里边的扛把子，天天这个上房啊、上树啊，总是在疯、在跑、在玩、在闹，而且争强好胜啊。出车之后好像就很少拍了，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到太多我的照片，合照也很少。我想把我对他们的那个感激之情通过段子表达出来吧，真的是很感谢我母亲对我的培养教育，我觉得才有现在的我吧。哎，雪冰，我想问你一些，就是后边还有的话，就是你会讲很多那种单手以后的生活细节吗？因为我们以前听黑灯，他会讲很多，我其实很期待，然后希望你能讲，而不是我问，比如说什么怎么系鞋带啊，怎么系裤腰带啊，什么就这些。现场演示吗？不是，后边你的作品里会有的，会有哈，有的。那我老实等着。好的，行嘞，肯定段子多了去了啊。谢谢，雪冰休息一下，来看一下对方派出来的软柿子的能力。谁呀？对方派出来的第一颗软柿子，老板。因为他之前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让他的俱乐部亏损100万的故事，所以他今天决定给自己翻个身，他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当老板的智慧。哇，还有这真有啊，又真有智慧。那得听听。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开花脱口秀的老板小块。大家好，我是小快。我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原生家庭幸福，没上过班，还有点小钱。就你们这个反应就能知道，我这个条件是很难在这个比赛中突破第一轮的，因为脱口秀比赛讲究的是幸福者淘汰啊。直到去年开了家俱乐部，叱咤商海，今年已经走到第3轮了。俱乐部是我跟徐志胜一块儿开的，开业前我们俩还做过风险评估，当时我们俩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面临巨额的收入，人性经不住考验啊，财务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俩运筹帷幄，提前布局，毅然决定在没有任何财务进账时先招一个财务。他还提醒我千万不要怕花钱，一定要招最好的财务，所以我发聘那个职位时直接就选了财务的最高级别，财务总监。面试那天来了一个大姐，非常的专业，穿了一身职业套装，我穿的也是职业套装，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她进门说：“你好，我叫丽丽，来面试财务总监。”我说：“你好，我叫小快，首席执行官。”当时她的眼神都变了，开始上下打量我的湖人队球衣。我说：“怎么，你是勇士队球迷吗？”他说：“不是，我从来都不看足球。”他说：“我就是从来没见过首席执行官穿得这么随便，有点不太适应。”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心疼他的。我说：“你慢慢适应，职场也是可以有穿衣自由的。”他说：“好。”当时他和你们一样，在等我接着往下说。但我是第一次给别人面试，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幸亏想到面试嘛，就是通过问问题加深双方的了解，这在脱口秀里叫互动。所以我张嘴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给他吓了一跳，说你要干嘛？我说您别紧张，职业病犯了。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再互动了，互动的越多，暴露的越多。我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懂得把问题抛给员工。我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问我。朋友们，我说脱口秀已经8年了，这个行业里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结果丽丽一个问题就把我干懵了，她说：“请问贵司的组织架构是什么？”不是我跟你们吹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组织架构这个词，只能硬着头皮说，我们是一个脱口秀组织啊，主要的架构是铺垫和梗，有时候为了上节目也会加一些犀利的观点，咱最终都会以强行升华收尾啊。丽丽听了以后说了职场人懒得争辩时最常说的2个字：行吧。接着又问了我第2个问题：公司财务团队现在有多少个人？公司财务团队有多少个人？公司总共就2个人，都很难说得上是团队，只能说是一对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时刻啊，就是你知道答案，但是你说不出口。我只能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说，我们还是一个初创团队。丽丽的职场经验确实丰富，一下就把我看透了。也就是公司现在还不到50个人，对吧？我说确实是没有那么臃肿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些大厂出来的人吧，认知还是有待降低啊。接着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不是说回答不上来啊，我是压根儿听不懂题。他问我什么融资策略是什么，资产负债表跟谁对接，现金流管理流程是什么。当时那个场面怎么说呢，显得我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因为他没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我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同一个回答：初创团队，初创团队，初创团队。老板嘴中的初创团队，就是员工嘴中的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后来他也着急了，说：“那您招我进来，到底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这个工作说得非常复杂，来显示自己的专业。我说：“你要统计每场演出的票房，你要发放每一个员工的工资，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就是做账呗。”被我抓到漏洞了。我说：“什么做账？这叫记账。”接着他说了一句完全超出我认知的话，他说：“记账是会计的活，和我财务总监没有关系。”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要骗我了，因为上一次听到这种句式还是文章是鲁迅写的，和我周树人没有关系。接着他非常不解地问我说：“你这点活招一个会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招一个财务总监呢？”我就跟他捋了一下我的逻辑，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财务就是会计更体面的一种说法啊，就像设计师是美工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就像脱口秀男演员是歪瓜裂枣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啊。招最多呀！为什么招一个财务总监呢？你们去过理发店都知道啊。这个总监就是能力最强的，我倒是想招一个财务店长，没有这个选项啊。丽丽听完了我的解释以后，对我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极大的认可，说：“你可真幽默。”接着她跟我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会计、财务总监的区别。我当时就想，哎呦，她懂得可真多呀，这个人我要定了。我问她：“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开花脱口秀？”丽丽说了一句求职者很少在面试时主动说的话：“今天先到这儿吧。”啊。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给你通知啊。他走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终于让我挽回了点颜面。我特别顺利的答了出来。他说：“厕所在哪边？”我说：“你出门右拐就行了啊。”丽丽走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取消了后边6个财务总监的面试，然后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复盘。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备受屈辱，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丽丽，也教会了我很多知识，让我很快就用1半的预算招到了财务总监。我先招了一个会计，然后称他为财务总监。我后来经常给其他的朋友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体现了我在挫折中成长的人物弧光。直到有一天，一个做财务的朋友跟我说：“以你们开花的规模，应该找的是代理记账，3500就够了。”我说：“那也没差太多呀，我也只给我们财务开了5000一个月。”其实我开的是8000，我只是不想承认作为资本家，我是被剥削的那一个。这个财务的朋友说：“3500是年薪。”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确实不是那种精打细算型的老板，我是苏格拉底型的老板，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我知道讲这个段子显得我这个人非常的愚蠢，但是承认自己的愚蠢不丢人，毕竟我们是初创团队，还可以学啊！谢谢大家，我是小快。小快锁票倒计时。小块老板，您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吗？啊，互动一下，互动一下。对，多好啊！你看全拍了，哦呦，开心啊！有什么想问来？您问。我这些财务知识可能罗老师知道的比较。对啊。多一点点，没有很多。多一点点啊。对，就你刚才他们跟你说那个应该是扯淡的。就我们当年用一个记账的公司，他每个月过来帮我们做一次账就回去。我记得是10多年前，一个月也要1-2千，所以他那个3500不可能是1年的。是1年吗？
是，现在更低。罗老师被骗了十几年了，已经10几年了，已经。罗老师被骗了10几年了，好惨呐！罗老师，没有，我们就用了1年。但是我仍然觉得你做的对，因为什么呢？我们当时用了代理记账的公司，按你们的说法，我已经被黑了啊。即便是这样，后来做了1年多，我们开始盈利了以后，就开始找了一个稍贵一点的财务的主管，还不是总监级的啊。但这个人来了以后，因为前面那个记账公司账记得太差了啊，所以他来了以后帮我们捋那个旧账，就弄了1年多的时间。对。所以你一开始就用自己人是对的，现在我们这是有远见卓识的。对，现在我们每笔钱赔得清清楚楚。哎，小块，我记得你刚来的第1场的时候，你说过你的朋友们早就预言你不可能进第3轮。对，他们现在应该心里边非常的复杂，你知道吧？因为上一轮我比完了以后，那些俱乐部老板纷纷答应我，如果拿了大王的话，把他们的俱乐部全都给我。因为我是答应他，他说拿大王的话，我把俱乐部给他。哇塞，那他就赔2个公司了已经。所以说今天也才到一半嘛，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着瞧是不是？走着瞧，嗨，块儿哥这1年的进步，虽然说在经营上是一塌糊涂，但是这创作上真的负面情绪一积累，整个人就完全跟之前不一样了，非常厉害。好，谢谢同行的评价，谢谢。我想问一下块老板，那个你刚刚这一段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呀？这就是去年我们刚开业的时候，真的是招财务总监了。现在的公司规模呢？现在有5个人吧。那我再追问一下，你们的企业文化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活着，现在是活着，对啊。使命和愿景呢，第1天就应该定。我不敢说那些，啊，没听说过就是。长得挺快的，1年就翻番了嘛，2个人变4、5个人。对。像你们俱乐部营业，当然要卖票。还有是不是要签越多的演员，就是这个盈利的可能性是越高的，是这样吗？对，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去年没上节目吧，那边的演员他们都不太信任我的喜剧能力，所以说今年我上节目也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大家多讲脱口秀的。就广深的朋友们也可以多去开花尝试一下。基本上逻辑就是生意做不明白去带货就可以了。有些企业家就这么干的。得了，买卖也谈清了。脱口秀也演完了，让我们把雪冰重新请回现场。我们来看一下雪冰和小快他们的票数情况。小快扭亏为盈，279扭亏为盈，279。在公司的话，应该是能直起腰来了，扬眉吐气了。谁能想到？今年块儿哥，你就感觉这个人他是真的想写东西，他是真的想讲东西，他真的想把这个事儿弄好。他想表达，喜剧还是得有情绪，对，北京孩子要脸。他其实这个在我们3个人团战中，他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他很害怕这个东西做不好，开花还会继续亏钱。对，但我感觉这一次块儿哥确实稳稳当当做到了，让大家对开花的主理人。小块儿，姓名郭永年，身份证号3110，不用说那么细致了。哎呀，干嘛去了？看着这么累？这不又接了很多活吗？然后赶场回来，没事啊，都是为了咱俱乐部。没事就行，你准备一下，一会儿还有演出呢。是哥，我刚嘴硬呢，真有点累了。累你就跟我说，哥能亏待你吗？你看，我给你准备了清爽补水的脉动，帮你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觉状态又回来了。你放心，等我拿了大王，咱们俱乐部就好起来了。哥，我也是老板，你怎么还开始给老板画饼了？下面要出场的这位演员呢，他的表演风格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各种各样的生活小细节都能够成为他创作的起点。掌声欢迎张俊。
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吗？哎，2楼的朋友你们好吗？大家好，是这样，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还挺崇拜知识的人，我有知识崇拜，因为我很爱看书的，我只是看不进去而已，这是我唯一的。我现在看书什么呢？就是文字它只能在我的视网膜上成像，但它无法渗透进去。我发现我的眼睛防字儿。它是那种教科书级别的防字儿，因为它只防教科书。它是那种我在门口跟保安一样啊，瓦尔登湖，这湖灯味儿太重。局外人，这个局你也是外人。小某书，贵宾一位。看不进去，进去了也记不住，因为现在年龄变大，脑子开始变光滑了。我现在看书属于是无痕浏览模式。每次打开书，我跟书里的角色有一样的疑惑：我们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对知识吸收率太低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有这个知识不耐受，你知道吗？就跟乳糖不耐受一样，就是对于知识你可以摄入，但你无法吸收。你要强行摄入很多的话，很容易放屁。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病，你知道，你身边肯定有那种人，他好像读了很多书，但他喜欢放屁。你见过吗？他生病了，你知道吧？啊，后现代主义那块，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这个屁特别长。但我还是会坚持看书。别人说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要不想看点什么看点什么吧。可是我觉得看书很酷，它现在很小众，它很叛逆啊。中学有人觉得抽烟很叛逆，那是因为你在读书的地方抽烟，你在抽烟的地方读书也很叛逆，一样的，你知道吧？高铁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太诡异了。哎，给我憋坏了。旁边那个抽烟大哥，哎呀，他好叛逆。列车员喊：“快上车，来不及了，随便找个门上。”两位大哥都已经吸不进去了，就我也一样，我知识不耐受了。列车员喊：“还有人要上吗？”头一次因为读万卷书没赶上车，然后要行万里路。抽烟比看书容易，所以虽然我们禁烟，我们控烟，但是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人还是比看书的人多了。我们没有禁止看书的。你有看过禁书标识吗？啊，没有禁书标识的，一个红圈，一个斜杠，里边一本书，下面一排小字，包括电子书。你把高铁厕所门一拉开，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干嘛呢？我抽烟呢。行，不准看书啊，包括电子书啊。这容易太多，问题是知识它不成瘾，知识它要成瘾就好了。你直接往烟里边加很多知识，直接抽，它甚至可以解决我的很多疑惑。不然我老是好奇，为什么每一个在烧烤店里边大声喧哗、一边抽烟的人，他们碰巧都对俄乌战争那么了解？这些信息哪来的？那指定是烟里边有点东西了。如果不在烟里边，那就都在酒里了啊。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吐出来的这些二手知识有点太臭了，太臭。所以我跟雪冰一对，他只有一手知识。是我没什么人性，你知道吗？相比于崇拜知识来说，崇拜学历就简单多了，因为学历它只是一个阶段性学习成果的证明，它代表你学完了，又不一定学会了，所以它很像驾照。你肯定有那种朋友，他是有驾照的，你从来不敢让他开车的。他说：“今天我来开吧。”别闹啊！他坐在后面抱怨：“我可是全国双一流驾校毕业的。”我每年发朋友圈祝驾校生日快乐。
他学上了啊！最绝的是这个，我的驾校全球排名 QS 前50，去年又上升了1名。我的妈呀，都毕业那么多年了，还说这个？有可能你学校排名能上升，就是因为你毕业了。别蹭了，你要真的厉害的话，你的母校会来蹭你的。就算你没有在那些学校上过学，那很多学校都会想要授予你荣誉博士，一大堆学校想要成为你的继母校。崇拜学历太简单了，你都不需要自己真的获得这个学历，你崇拜别人的学历就好了。我朋友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女朋友是哈佛的嘛，他就开始炫耀别人的成就，对吧？这是我女朋友，哈佛的，他连名字都没说，连名字都没说呀。哪儿人呢？哈佛的。星座呢？哈佛的。MBTI HAFO。他女朋友什么人格我不知道，他肯定不是快乐小狗，他是个哈佛舔狗。然后我问他女朋友，我说您在那个哈佛是读什么呢？他说我是脑科学的博士，挺厉害的。然后我朋友在旁边，我现在怀疑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是做研究，需要点特别的样本，需要他女朋友论文致谢的时候，感谢我男朋友给我这么精彩的数据。他男朋友非常好，是厉害厉害。我只想说的就是不要光崇拜学历，不崇拜知识。你如果只崇拜学历的话，很容易被我这种学历不稳定的人骗。因为前几年我读博士的时候，他们还说，哎，段子挺有文化，挺有东西的。然后后来变成本科了，人还是要多读书，人还是我怎么退个学把梗也退回去了，没有必要。那现在他们前段时间有人听说，哦，我又拿了哥大的 offer， 然后他说，哎，段子还是有点东西的。夸早了，就是我段子有没有东西，取决于特朗普给不给我签证。没拿到签证啊，在这儿。没有必要，不要光崇拜学历，尤其是咱们这个行业，有些人好笑跟他学历高不高没有关系，他本来就好笑。我特别受不了有人说，哦，学历高的人讲段子就高级，好笑就好笑，高级，骂人真脏。就是你但凡吃了一顿饭，你知道它很高级，你就知道完了，后面还要再吃一顿好吃的。还有生活中也是，如果你发现生活中有人一直用那种学历的光环去照你的眼睛，他有可能只是怕你发现后面什么也没有。但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知识不耐受。今天我的屁就放到这儿，谢谢大家。厉害，没事，左票倒计时。哎，谢谢。刚才咱们说小块像换了个人，张俊也有点像换了个人。开挂了啊！这是张俊，我觉得我听到过他，我觉得最好的一次，太好了，非常棒，经典永流传，哇，好棒！这其实是我历史最好成绩，我没有经过第3轮。你这个是冠军级的表现。哎呦，谢谢。前边咱们聊过张俊，就是你总觉得他会有东西，但是很多年就一般般。然后上一场的时候啊，因为太好了，我说这是我期待的张俊，是最好的张俊。但今天是在最好的张俊上边又跌了好几场。谢谢，非常了不起。今天这个真的是能成为你的底气，也许以后啊。哐叽可能垮了一点，或者哪场怎么着？但你有过这场，你就心里高兴的。至少我讲过这一场，这场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真的是很棒哦。谢谢，观众好。认同张俊的观点，我认为学历差距不重要，思想和学识差距才重要。所以建议大家多读书。如果大家像我一样喜欢纸质书，可以打开美团点闪购，上边不但有吃的、喝的、用的，还可以选一本好书。30分钟后就可以开始阅读。
我拼特别嗨。然后你是在苏格拉底那地方拍的？不是，我是在哈佛。哦，哈佛。HAFO 的时候吧。对，他说我女朋友哈佛，对，名字都没有，名字都没说啊。但是实际上我在他第一个点，我就挺想拍。那个点是他从高铁上冲出去看书的那个点。哦，这个是吗？对，那个点太有画面了，那个对。我是括弧含电子书那块儿，真的太好笑了，那个太好笑了，又是生活里面的小细节和自己的主题。我想知道张俊，你这个灵感是什么时候获得，怎么获得的？就突然想到。这个灵感就是我一开始写看书和抽烟的时候，我想把它做一个对比。我一直观察到了它下面会写一个包括电子烟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始终没有变成什么。然后有一天，它就在脑子里边一直转，突然间就来了，对不对？它一直转，就是它没有消失掉，在这地方一直转。然后有一天我写的时候，这地方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写出来了，然后就变成这样。想东西都是这种。来，我们听一下我们的编剧程璐老师。我觉得今天之所以那么好，是因为他这一段非常的精准，非常的在点儿上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张俊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就鲁豫老师说的有史以来最好的表演。谢谢。但是在我们这一轮里，再棒的脱口秀演员也会有他的挑战对手。马上第二个软柿子要上场。哦，请看，第二个软柿子是小块的合伙人。然后也是拉动他们这个开花的一辆马车，厉害，掌声欢迎徐志胜。大家好，我是志胜。大家别卡，我稿子接不住，好不好？大家看出来我瘦了吗？没有。啊？我瘦了15斤。刚刚说没有的人良心痛不痛？真的真的瘦了。但是我发现啊，其他人瘦了之后，大家经常说哇你现在好好看。我瘦了之后，大家说哇志胜你现在好精神啊，知道吗？还有人问我说志胜你为啥要减肥呀？我说为了精神。我刚开始真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但我是没想到一点其他的效果也没有呀。然后还有人过来跟我说志胜你现在都有脖子了。我说我减肥那么拼，就为了把脖子拼出来。我说怪不得显精神了，我这还是一种拼搏的精神。然后有了脖子之后，发现不光有，还前倾了，真的。因为我平常我就近视嘛，所以我看东西我经常要眯着眼，这么伸着头看东西。就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表情管理，你不能笑，你更不能突然笑。知道吗？然后我为了矫正那个体态，我还想着去按摩矫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他给我做那个体态评估，很刻薄。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看你肯定湿气重，然后就开始摸着我的关节，说你这个有脖子前倾、圆肩、含胸，然后脊椎侧弯、骨盆前倾，你还 O 型腿，然后最后把鞋一脱，说你怎么还拇指外翻？我是真没想到，我过来调整个体态，心态崩了。当时他还在那摸呢，我说大哥你别摸了，你摸摸这吧，心里指定也扭曲了。当他说的我太羞愧了，我当都想找个洞钻进去，发现他们按摩的床上还真有个洞。然后跟我说要正骨，我真挺紧张的。我听到正骨，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正骨，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种武林高手就是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人就没了。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月黑风高，一个武林高手偷偷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守卫说：“哎，舒服多了。”哎，我这可是多年的老毛病了，真的。然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正骨非要听响，就那个师傅在那每按一下，摁一个关节说：“哎，这个响了。”按一下说：“哎，这个也响了。”我当时躺那，我感觉自己像一挂鞭炮。
就我来的时候还是我点技师，现在是技师点我了，你知道吗？关键是想那都是最好的结果，要是不想，他就会一直给你按到响。真的有一个地方大哥按了3次了，还没响，我就听大哥开始在后边深呼吸蓄力了。我说大哥这是打算用内功了吗？然后我说大哥这个没响是不是说明他就没问题呀？要么就是我湿气太重，鞭炮受潮了。对吧？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3遍呀。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3遍呀。然后正午就太害怕了，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去找个那个健身教练，自己努力一下。然后去了之后，教练跟我说：“这咱们练之前呀，先做个体态评估。”我说：“跳过这一步吧。”然后我真的发现，体态真的很难矫正，是因为他要训练的都是你经常不用到的肌肉，就很难受。你在那练的时候，教练都得跟我说志胜你就咬牙坚持住。我真的坚持住了，效果很明显。我现在咬肌特别发达，我现在有8块咬肌。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而且是那种矫正驼背的动作，你在生活中真的很难用到。我从来没有见人在生活中用到这个动作，你知道吗？我用到这个动作就只有别人问我有稿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真的体态太差了，我在那练的时候就是关节都咔咔响。教练说：“哎，你关节怎么老响呀？”我说：“这又不让响了。”你知道有人为了听到他有多努力吗？真的，我这关节也是，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瞎响。我现在就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是咋想的呀？好吧，讲这里，谢谢大家。徐志胜索票倒计时。谢谢。志胜，你是怎么想起来去减肥的呀？你不胖啊？我其实减肥真的就是为了精神一点，因为不是你怎么不精神了？哪儿不精神了？因为我发现我就平常就是容易赖着，我就这么一摊，因为躺着，然后我就想着减肥。哦，罗老师没有拍啊？对，因为志胜这个赛季他自己也说了，就是来开 party 的，就高兴一下，来高兴来放松。对，因为他现在确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写本子和那个什么。没有，但社会每个方面都需要他，所以他能分配给脱口秀的也就没有。但我更需要脱口秀呀，罗老师。快别这么说，真的。但我稿子说实话，只是能力不够，但时间还是花得够的。因为我所有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写稿，只是就是你把我给你找不回来的唯一可能给堵死。没有，我承认我已经尽力了。我能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对，而且他着不的是他得努力啊！对。但是正骨这件事大家都去过吧？好多人都去过啊。我就是后背也是老酸，对。然后去正骨那儿，好多那种厉害的，先摸你后边，先掐你后边一个怎么样？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平时老瘫着？”我说：“没有啊。”他说：“你是不是老翘2郎腿？”我说：“没有啊。”我说那我是什么问题啊？他说你爱撒谎啊。哎，但我见过最奇葩的那个正骨的了医生，他问我你是不是敲2郎腿？我说我敲了啊，敲了。他说你得换着边敲啊。哦，对，换着边敲。然后大夫说什么？哇，好帅！我就是开始夸你。他因为他知道你做不到，所以他就帮你想个办法，说两边怎么平衡一下。鲁豫为什么没拍？因为这是1v1比赛嘛，我觉得张俊的确是非常非常出色，但是我依然认为志胜有一个超凡脱俗的能力，就他的魅力能够完全带着我们走。在他讲这个段子之前，我一直往那个台子上看，我就第一次清晰的看到徐志胜特别好看的下颌线。志胜本来就是帅的，散发着光啊！哎。我本来想讲这个段子了，但我在这个台上不想吃颜值，主要是这个时候给你们看一下吧。我看看，这有哦，下颌线，鹅，曲线，
朋友们，我有一个提议让我们结束这些无聊的话题吧，好吧？不是，不是，张老师，你不能没有就不让我展示呀！对呀。张老师，他用语言给你争夺，怎么回事？这个孩子怎么回事？来！志胜，现在跟你 PK 的不是我啊，是张俊啊。你敢和张俊比下颌剑吗？啊？你跟我比有点无聊了吧？我从来不跟比我优秀的人比。来，请张俊回到舞台。来吧。在2位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哎呦，不是我很锐利，不是我在这摇头晃脑，我是想我到底有没有下颌剑？你有，来让我看一下张俊和徐志胜他们的得票情况。张俊拿到了第3赛段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票数290票。分数出来后的第一想法是什么？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谢谢。意味着和朋友们一起赶开放麦、改稿，然后在夏天的晚上走在街上一直聊段子，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夏天，但我始终没有拥有过这种夏天。每次夏天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被淘汰了，接下来整个夏天都在悲伤发酵，都酝酿在一种悲伤之中。我其实很羡慕大家一起改稿的日子，一起改稿，然后一起聊天，一起开放麦，有一种集体生活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走到第3轮，然后也是我的历史最好成绩了，我很开心。然后这个夏天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燥热，和朋友们一起就是在走在向另一个开放麦的路上，我们会聊一聊稿子。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幸福。老外来了，老外来了，医生来了，你还挺没礼貌。他困扰过我，他非常困扰我。我其实只是正常的和观众在交流我的想法，就我没有刻意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但我也没有要故意俯视观众。我觉得在网上他们说很装或者是高姿态这个东西是一种误解，我会有些难受。实际上我挺敏感，我尽量想要照顾到别人的情绪，然后我有一点社恐，然后或者是在屏幕前我都有些不自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和别人打成一片，或者是打交道之类的，没法融入进去。但看起来就是我有一点高姿态，其实我没有，其实我只是有点社恐。这个我很开心今天能够打破它，我很感激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很好，我很幸福，我觉得很快乐。这个夏天很特别。没听过，来事，这不是事，不是。对不起啊，没事，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确实没演好。然后当时张俊在前面演的时候，已经知道是这么个结果了。这次暴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稿子的问题，包括我表演状态的问题，大家对我的包容度会更高一点。第二个事就是我自己在心态上，也就是发现脱口秀真的这个进步的步伐，我好像有点没跟上。看着张俊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之前你一直没感觉到你和脱口秀真正的顶尖的脱口秀的差距是多少，但那一刻我就上台之前我就感受到了。所以说文本本身也不足够好，所以说在台上就会呈现出来了拖后腿的状态。突然变得这么正式啊！对，因为有些正式的东西啊，我的风格一向是亦正亦邪。刚才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小徐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很不错。对，之前有点飘，这回块哥，我有一句话也同样送给你，希望你也尽快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你这个就是我前2天知道的。对，马上要出场的仍然是来自五条手。五条手的这位朋友，一定要告诉一下大家，他的表演节奏非常奇怪，而且他的那个调调也非常有趣，所以大家要沉下心来，细细的听一听这位朋友独特的世界观。掌声欢迎孙书恒。嗨，大家好，我叫孙书恒，谢谢大家。我们这队儿叫五条手，然后我比较好事儿，我想既然叫五条手了，我们就真的组个乐队吧，让雪冰弹贝斯，因为贝斯嘛，有手就行。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是没有拨弦的这个手。他只有，雪冰沉默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贝斯就是这个声音，对不起，我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我道德残疾，我认了，顾不上了，很多的那个道德我都顾不上，我不能环保。就是大城市的年轻人活得太累了，家里催婚，工作催命，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又要怪罪我了。这海洋上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垃圾都扔垃圾桶里了呀，它怎么出现到海洋上的？还有外国人指责我们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环保，我真的很生气。就我已经吃拼好饭了。他还在指责我使用一次性筷，我蚂蚁森林有3棵梭梭树，我他妈一次性筷子都是我自己种出来的，我的这个病。我说我不环保，但我最起码告诉你了，我使用一次性餐具，我告诉你了，很多事情你意识不到，他不会告诉你的。你比如这个节目，这个舞台很华丽，但这个节目就录3个月，然后呢？啊，这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明显都是一次性的，这些架子、灯带、张绍刚明显就是一次性。别的节目完全用不着。对不起，我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我都说了，是吧？这些东西然后怎么办？造成的污染谁来管？你知道海洋上现在有多少海龟正在举办脱口秀大会吗？对普通人的道德要求有点太高了，我觉得现在是吧？但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哦，真棒，真厉害，合法纳税真厉害啊，捐助香港小学真厉害啊，提供就业机会真厉害。就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他们有这种优良美德真好。我说他们有优良美德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余力有那些优良美德，就我有的钱只允许我拥有部分的优良美德。就有些人可能这么大一个圈，我就这么小一个圈，你只能塞进一些什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真是不行了，助人为乐真够呛了，助人为乐。就是我的钱要去资助一个贫困家庭，这个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贫困家庭来。我的道德观就像我的右手一样，就假如我给了一个正好缺了右手的残疾人，我就是这样自顾不暇了，真是自顾不暇，只能顾得上我自己。我有时候也想做好事，但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我家里有那种大专毕业、中专毕业的小孩，非让我在上海给他找份工作，我真的很想帮忙，但那小孩啥也不会。我说编程会吗？不会。我说那 Excel、PPT、Word 这些会吗？也不会。我说那开车会吗？也不会。电动车太危险。我说那说唱摇滚脱口秀
你是总得3选1了吧？这都不会吗？怎么做到的？人怎么能在专业知识一点没学的情况下，课外活动一点没参与呢？你是这活得很真空啊，哥们儿！你这大专这3年，你这大专。就我的道德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助人为乐硬塞进来的话，安分守己就得彻底出去了。就我可以给你找到工作，但工作是什么你就别管了。那家长还说呢，哈，没关系，能跟你在上海混着就行。我说在上海我不能保证啊，在国内我都够呛保证，我跟你在上海。就是很多那种，你遵守了更好，但是不遵守也行的那种道德，就硬让你遵守。比如孝顺，是应该孝顺，但没考虑钱的因素啊。说什么有钱没钱回家过，你没钱真的回家过得了年吗？机票这一关就得卡住。过年那个机票有多贵，大家也都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至少有3年的时间是贷款孝顺的。我说实话，孝顺真挺奢侈的孝顺。而且说这是什么传统啊？过年家里人团圆，这是一种传统，这是什么传统？以前的人高铁飞机没有那么发达，以前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现在就非得要回去，还说什么不孝有3，我觉得不孝有3，原生家庭的创伤为大，是吧？你不可能不考虑原生家庭的创伤的情况下硬让我孝顺。我现在已经把这2个硬挤在一块了，你让我多了个儿子做的真的很不错了。因为这一完了吗？旁边还挤着报喜不报忧呢。就我这个道德观真的是很拥挤，我真的是挤不下了，我真的是喘不过气来，这还要环保。开口了，意思。环保要是塞进来，孝顺就得彻底出去了。我爸问我啊，你怎么不回家看看我呀？我说我还回家看看你，那海龟的鼻子上都插着吸管呢，我还回家看看你。因为全球变暖，北极都化了，北极没有北极了，你还在这回家看看你。真不知道轻重缓急啊！你说。我是有道德的，但是我的道德得有先后顺序。哎，你想这样一件事，你出差2天之后回家发现空调忘关了，我就不信你想的第一件事是，哎呀，真不环保。你懂吗？就是现在就是非得给我们这种普通人增加这种难题。我每天挤地铁呢，他让我思考电车难题。就是一边1个人，一边5个人，问你压死哪个，是吧？但是没有人想着解决问题，大家是互相骂，1个人骂着5个人，5个人骂1个人，那3方互相骂，没人考虑过谁把那6个人绑上去？谁呀？啊，谁提出的这种困境？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这些天杀的小布尔乔亚，这些伪善的哲学家，每天也不想着解决问题，就想着提出难题，为难我们这普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堆坐在7座商务座上的人，指责我们站着挤地铁的人不环保。就是我是穷则独善其身，他是达则绑架天下的。很多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大家就稀里糊涂的过着就完了。是吧？我这都是小老百姓，我就这么仨瓜两枣的道德，我也坚持不能丢了，因为我要丢掉我这仅有的坚持，钱就来了。谢谢大家说，谢谢你们到来，谢谢。来，你们看他那么意思，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为孙树恒的表演投票，我是不可能给他投这一票的。来，让我们看一下孙书恒锁票倒计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发生了什么？都疯了，已经，突然就这样了。对，突然都疯了。拍巴掌拍的嘎嘎响的，都肿了。我还在被轰炸的这个里边，层次结构完美。对，而且您还不记仇，说明您的品德特别高。哎呀，真是好。哎，说明您独一无二，没有第二个活儿。但那梗真好，就灯光啊，灯带张绍刚都那个梗特别好。对。没事，那个鲁豫老师，我收到了。第一，第二，我也领略了其中的幽默。第三，如果能让大家快乐，我也很开心。第四，下次不必了。对不起，没事。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在第3轮和前2轮完全不一样的开挂的脱口秀演员。好。就他那个脑洞，真的，他从我。怎么想到，就我这个脑子里面能挤进这个道德，那个道德就没有了。对，这个是太妙了。对，因为他用了一种有限空间的这种方法，让大家特别能够 get 到。对，我这个容量就只有这么大，像一个硬盘一样的。我把这个东西放进来，我必然就会把这个东西给挤出去。我觉得这个太巧妙了。而且在表演的时候，他还会比划那个空间有多大。对，很小，塞了这个，塞了这个，塞了这个，突然又说到环保。把场彻底对那件很炸，絮絮叨叨的感觉恨这事好几10年了已经，对，想不开已经好多年了。哇，是的，哎，是哪个点触发到你对环保的这个就是累，就是现在要让你干这个，要让你干那个，就是年轻人的责任有点太大了，我们担不起这么多的责任，我们就顾好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20多岁的人，我见着都挺萎靡的。这边一个巴掌扇过来，那边一个巴掌扇过来，其实你不知道咋说话合适。我长得就像有心理问题的那个样子，懒惰、内耗、抑郁、回避。就是大城市的年轻人活得太累了，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又要怪罪我了，我垃圾都扔垃圾桶里了呀。这爱人就是18死啊，28了。每次排练都不好，没有人27开始学爵士的，就是这样。我肯定也不是第一个了，我只是这些绝望的人群当中的一个。做脱口秀是你被一股神秘力量驱使，你就一定得做。我现在住在离我第一次上台的地方1公里的地方。就原来一个台，就在这儿讲，这后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蓝色的人脸，对，就站在这儿讲，然后演的巨凉，演的巨尬，本来都不想干了，但是又舍不得，然后就一直在那儿混着，完了混了可能3个月吧，然后获得了那个功夫戏剧节的入选。我没想到会入选，就是那种现在有一个比赛，完了是什么呼兰、徐志胜这些，完了一个叫刘三的人也赫然在列，我就是那个刘三。那种快乐是我已经从业8年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感受过，挺喜欢的，没有更好的选项，这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掌声欢迎孙书恒。谢谢大家，书恒，谢谢你们到来，谢谢。没有答案，只有硝烟弥漫，你哭得像风，噎得像狗，扎进灯火阑珊。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答案，只有硝烟弥漫。拜拜。真享受看这2个3人战队的比拼，你根本不知道
谁可能在什么地方占先机？刚才刚有那么精彩的表现之后，舒恒又把这个场子给炸起来了。再次掌声送给崔舒恒，谢谢，太厉害了啊！马上迎来的是你的对战的朋友，正常，没问题，稳当。这位朋友在脱口秀上是新人，但是在职场上是老人。之前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外包的故事，他的群面的故事。我们今天听一听，他还有什么样的职场故事想要和我们分享？掌声欢迎侯志远。哎，你们好，你们好，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侯志远，毕业于复兴矿业学院。这个是我面试时候的开场白，那很多时候也是结束语。有些学历歧视的面试官听完我的介绍，眼神都变了，感觉他们听到的版本好像是：大家好，我叫侯志远，我有传染病。他们学历歧视，但保持体面。听到我的学校会假装夸一句挺好的。我经常被夸奖，但是从未被录取。感觉面试官的评价分成4个等级，优、良、中，挺好的。其实我的专业成绩是我们学校前几名，但我投了上百份简历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市场环境挺好的。我很要强，坚持了很久才去当销售。领导杨总跟我说：“小侯做销售不看学历，酒量比学历重要。”我酒精过敏。杨总说给我1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酒精过敏的缺点改掉。杨总这人挺好的。每天饭后坚持喝酒，过敏更严重了。有一天我还没缓过来，晚上又要喝，我就去跟杨总求情，我说我喝酒就头疼，身上起红疹子。杨总说这样你今天晚上先吃点饭。我说然后呢？然后再喝酒。天才！我头疼起疹子，原来是饿了。过敏类疾病被杨总攻克了，我最大的短板就这么突破了。原来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蛋白质和氯雷他定。杨总因材施教又教我学习循环催吐喝酒法。简单来说就是喝几杯，去厕所吐一下，回来再喝，然后再去吐，特别像反刍。基本上我喝3轮就趴桌子上睡觉了，这就是我喝酒的3部曲万吐睡。我在酒桌上主要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我就好奇，我说这个酒为什么不能直接倒厕所里？有的时候我会抱着那个马桶边吐边哭，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突然发现我吐的酒里还有米饭，原来我在酿酒。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承受这种痛苦，感觉每一杯酒都是对我学历不高的惩罚。逐渐我就产生了极端的想法，我想考研。但我的工作其实不太适合复习，因为我们部门作息是颠倒的，白天休息，晚上喝酒，属于养兵1日，用兵1宿。第2天白天醒酒，晚上接着喝，循环往复。我只有入职当天能走直线，其他时间走的都是弯路。其实我在白天也有时间复习，但效率不高，酒还没醒。而且复习也得避开杨总，因为杨总这个人在公司里边，他可以看手机、看杂志、看报纸，但是看不得我学习。我一掏书出来看，他就来阴阳我，说：“哎呀，真上进呐！”我就看不了书。看见书我就难受，感觉杨总有严重的学习过敏。对付过敏我有经验我说你先吃点饭。发现我在看考研资料，
杨总又来问我，这次要考哪呀，研究生？我怕他开除我，所以我想让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我说啊，我考北大。杨总开始关心我了，说小猴你是不是没醒酒啊？我说杨总我已经醒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清醒的人最疯狂。这个办公室里我最疯狂啊！那天是杨总第一次劝我少喝点。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学生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叫大海。当时我是找不到工作，住在北京的一个青年旅社里，他也住在那儿，体验生活，体验我的生活。虽然他住在我下铺，但我感觉他还是高我一等，因为他普通的 T 恤上印着一个大 logo， 准确的说是北大 logo 啊。那个青旅很破，洗不了澡，大海主动提出要带我去北大里洗澡。澡堂里边雾蒙蒙的，北大学生真争气啊！哎，你们跟北大的学生洗过澡吗？根本挪不开眼睛。我就想看看他们跟我到底有啥不一样。但我发现他们脱掉印着 logo 的衣服以后，没啥不一样，都是普通人，每一个我都看了。他们胸口都没有伟大 logo。当然我不是一直盯着看啊，我是边搓边看，看起来我是在搓泥，只有我知道我是在祛魅。就很多事情其实见过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当时我就决定我要考北大，我还想来洗澡，因为我这个人爱干净。我觉得考上北大能解决我之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我没想到最后我真的考上了。这复习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能分享的经验就是少喝点酒。考研上岸，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要相信自己。我感觉没有人可以再轻易的评价我。现在我研究生也毕业了，我拿着那个北大的毕业证再去找工作真不一样。我受到了很多特别的关注 ，HR 都特别关注我的第一学历。我说阜新矿业学院，他说啊，挺好的。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有悬念，我感觉有悬念，有悬念是吧？来，各位侯志远索票倒计时。谢谢。侯志远的3个赛段是一以贯之的，它的内容是一以贯之的。对，这个其实是第一期的那个工作。对，是同一个领导。杨总这人挺好。就这么几年生活啊，对，每天过得都真没白过，把日子过成段子，没白喝。我其实一开始会为他有点担心，因为可能孙书恒太厉害了，但是后来我就听进去了，然后尤其是喜欢他那个，他说他在北大洗澡搓泥其实是祛魅啊，我觉得那个点太打动我了，所以我觉得。哎，我还是想拍这个灯。谢，有那种段子冲进心里了。对，他有一点特别可贵，就刚才春春讲到，就他在北大搓泥，然后祛魅，就他营造那个画面，他是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纯净的一个人，他讲这画面又很可笑，但你又没有任何让你有不好的感觉，对，就是一个。但本来你说特别单纯纯正人在那儿的话，你会觉得他不好笑的，他又好笑又干净又简单，我觉得那个瞬间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听的时候。谢谢罗毅老师。我觉得侯志远特别厉害的是，刚才舒恒把这个场炸完之后，他接得非常好，稳稳的啊，非常稳，非常大气。我想问问小块老板的感受。非常厉害，因为刚才那个场子谁接都会非常难受，但是他表演一点失误都没有，而且该演的全都演出来了，我觉得真的特别厉害。谢谢。就是稳。哎，我听说你还在网上有开直播还是怎么着？就是好多人还请你那儿。对，就聊过这段经历，
也会有一些朋友过来问我什么考研经验之类的，就有发过一些经验分享，对，但是也不是很成熟了，也不是很成熟。祝各位领导呢，考研一切顺利。当时是我临毕业的那一年12月份，考研的前1周，我突然开始紧张了。我估计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比如在每一年的高考季，自己会莫名其妙的紧张。我是在每一年考研的那几天，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紧张，然后那1周就突然特别有表达欲，发了以后数据就特别猛。我觉得北大没有改变我，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儿，那个毕业证都给不了你，它不能让你更健康，也不能让你更快乐，是考研改变了我。我现在遇到那种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只会想着说，考研我都坚持下去了，这点事儿算个屁呀。当时是边上班边复习嘛，但我还跟同事住在一个标间里，就不太敢在房间里开着灯复习，就只能等他睡着以后去厕所里边复习。就有一个浴缸，我就只能躺到那个浴缸里，然后就拿很多毛巾把它垫在底下，大家把它当做一个许愿池之类的东西。真就是硬挺着复习，硬挺着去考试。好在后来考上了，初试第2，复试第1，总分第1。我真一直觉得我复习的不咋地，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别人复习的更不咋地。侯志源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长了张被欺负惯了的脸，你知道吧？有一股韧劲儿，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那些劲儿。哦，我喜欢这种铁骨。我觉得我其实不是特别能吃苦，但是我是很想活下去的一类人。我只是想有一个安安稳稳的一个生活状态。确实那个工作，比如喝酒的这段经历，给我很大的痛苦。当时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第2天去工作，面对的还是那样痛苦的场景。其实这个痛苦最后就变成动力了。有的时候我会抱着那个马桶边吐边哭，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是敬酒的时候呢，我嘴上说的都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常联系，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我有发现来，就是好像这个世界啊，发现我能吃苦以后，就会不断的把苦给我吃呢。就是你那个苦是硬塞到我嘴里的，我就想往外吐，但是我能想到吐的方法，又只能是考研，确实是挺苦的。所以我其实不想劝大家不要在意结果，我其实想劝大家的是，把自己所有能做到的努力都做到，然后让那个结果出现吧。如果它是好结果，那我特别衷心的祝福你；如果它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你也有面对下一个困难的能力。来，在侯志源表演结束之后，我们要请2个战队的所有朋友都回到舞台。来，到底哪支3人战队可以直接进入到晋级区？我们来看一下孙书恒、侯志源的得票情况。这个差了多少哈？他的30票，可以，咱这个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反败为胜。哎，追回来了，追回来了。现在孙书恒是第3赛段的最高分，292票。哇！所以恭喜厉害5条手队的孙书恒、张俊、雪冰进入到下一赛段。谢谢。哎呀，谢谢。太棒了，My bro， 太牛了，王哥，太牛了。请给5条手今天的表现打分。但是3个人一起说。好，来，1、2、3、80。天哪！哎呀！这个录下来了吗？这个，好家伙！咱可以结一结蓝了，我觉得。哎呦，5条手胜出的关键是什么？团魂，就是我们这最有团魂的。对呀，这次比的时候，我们就想让他压轴，因为他确实承担着这个票数最高的。他的单口喜剧脱口秀内容是有一些老罗说的那种理想主义在里边。脱口秀的里子，别，
咱们3个挺厉害的，说实话。我觉得我厉害就是能选到你们2个当队友。说实话，我们2个要是没你的话，我们的梗收不住，你知道吗？都用了你的，就是借用了你的手。好。他要不借我们那手，我那段子没底。我胳膊要给他，他就多一个弹筋，这梗是他出的啊。这个，我那个张绍刚那个梗是张俊出的。我非常感谢我的队友们。最后你们互相还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我会非常怀念这段时间。那我们刚才说呢，肯定得吃个饭，以后常聚，好吧？谢谢兵哥请的山猪。夏天晚上就得吃饭。播出吧。啊，我们是拍着玩，拍着玩。拉威王。来了，哎呀，来了，可以了，来了。分别说说吧。好嘞。你认为谁应该先说呢？你先说吧，毕竟你在这个公司也有一定的地位。我就认为这个公司开花不能没有块儿哥。火车跑得好，全靠车头带。但不得不说，块儿哥超人的这个脱口秀水平，正常发挥啊，展示出来了高超的领导能力。行了，歇会儿吧，再夸就过了啊。小猴说2句。我觉得块儿哥前2轮的表现啊，现在可以被认证为是有所保留。哎呀！这一轮确实是因为我们2个，组成了一队，块儿哥这回就决定不保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水平，真实的水平。你的前途以后比他广。哎呀！咱们实话实说啊，确实也是帮我分散了火力啊。这个2位也是功不可没，我的成功也是在他们2个，也是靠他们2个托举。段子好还这么谦逊，人怎么能这么完美？反正对，还行。发现，一直抱着膀呢。咱俩的手都没地方放，他一直在那抱着膀呢。那是为了把腿空出来给咱俩抱。啊，是这么回事呀。各位，截止到目前为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的第2季的第3赛段交朋友赛的上半场就全部都结束了。本赛段一共有26个晋级名额，目前一共有6支3人小队全部表演完毕了。美团闪购神速晋级快人一步，让我们来看一下3人小队的晋级名单。3支队伍分别是蚊子、德斯、叶子、4大天王、5条手，一共有9组朋友，现在已经顺利的晋级到了第4赛段。根据比赛的规则，排名第1的3人小队成员将获得下一赛段的跳段权。恭喜 Kid、李文和季叶，你们自己可以自由的决定是否使用。最后，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演员。感谢各位的精彩表演，也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感受简单纯粹的快乐。做脱口秀永远的好朋友，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的快乐吗？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小程序，超多演出等着你来。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启动，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的想看的城市，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比赛仍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下半场再见。他说自己 QS 多少多少，要谨慎交往，毕竟学历高不一定有真材实料。再看下一个，QH 是啥呀？当然是茄皇了，他肯定有真材实料。那当然了，毕竟每桶茄皇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
酸甜浓郁，内涵满满。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乐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宝宝内外强护，未来自会闪耀。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就要吃乐事，分享美味，快乐加倍。感谢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我们现在已经有3支3人小队成功晋级，今天将要继续进行的是2人组的 PK 对战。Echo 不看，古灵精怪。我们的口号是嗷嗷嗷嗷嗷。我们是玛丽莲梦瑞，让你们心碎。小丽和小高，无招胜有招。我一直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个世界是围着我转的，但是我没有证据。欢迎大家来到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第2期，耶！首先，我们先从名气最大的张军老师先。哦，那现场巨炸。怎么听到张俊有点紧张？我坐住了，没事，没事。二哥，你那个是灯，来，继续说的意思是，再来5句，再来5句，你要不退股算了吧？他这么怼你，这退股是奖励，以为是脱口秀的胜利，其实是资本的博弈。要我说什么？要我去死呀！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做行动猜词挑战，你假装坐下，把手抬起来，洗澡，要饭，漫谈完那个。有优势，滑冰、滑雪，对，没素质，拿出来你3根手指，3根手指捏呀，我这3个手你捏呀，我怎么感觉宽二哥也戴了耳机是为什么呀？你让你洗轻点，然后再重复刚刚那个动作。一场鲁豫和女脱口秀演员们的走心畅谈。遇见他们，围桌而坐，打破刻板，无惧标签。我想做这样的一个节目，想了很久，就是几个女孩在一起，她们随心生长，痛着坦诚，伤了敢扛。很多男人他跟你结婚几10年、一辈子，他不会尊重你。亲密产生轻蔑，忠诚带来虐待。不跟烂人在一起挣钱其实挺容易的。他们燃得彻底，赢得酣畅。我根本不是容貌焦虑，我是没有自我认同，所以我全方位的讨厌自己。难道行的人就天天快乐吗？别问我怎么样，我活着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努力都可以挣到钱。我觉得北大2个字是一个原罪，一定要上北大嘛。它是我青春期噩梦的一个阴影。我特别欣赏女性保持某种泼辣。对，我们现在都这么真诚，那等我们长大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很真诚。能成功尽量成功。他们的掏心话，字字滚烫。我自己和我自己待着，我很幸福。如果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朋友，那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他去世之后，我就找到了他的日记本。这是一个女人非常具体的人生。很多恋爱其实在分手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失败了。我们其实不是害怕失败本身，而是害怕那个丢脸的感觉。他们的故事没有单一叙事。我这人身上有很多特别矛盾的地方。他们对女孩有一个奇怪的评价，叫招摇。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我自己是爬了15楼，从窗外爬。每个人的成长岁月都是一段特别兵荒马乱的日子。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
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1周。衍生节目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每周1、12点更新，遇见他们每周2、12点更新。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阳光我就灿烂，给个破框，我就能下蛋。给我头大蒜就能下饭，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主角，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屁头有概念，我反弹，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心不在就不该打不败。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丽丽纯传媒、寇儿小姐、王半仙、跳海大院、密斯汉谟拉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偏不看，给包鲜艳。